煎蛋豆浆小笼包。豆浆的话自己这儿打吧。好，大包子。那我改一个牛肉包，一个猪肉包。好的，今晚的铁板粥。嗨，大家好，我是磊哥。现在时间早上7点半，我们要从康定海拔2600公尺出发。今天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前往折多山，海拔4300公尺，远超武岭。爬过折多山之后，会下坡到新都桥，要不要再继续前往下一个高点高尔士山？我们之后再做决定。刚刚也在后面吃了早餐，现在感觉如何呢？就是有一种昨天骑完西进武岭，现在脚啊移动什么酸酸的感觉。长途旅行都会有这种感觉，也不要太在意，或者说特别安排一天休息日，边骑起来暖暖身之后，这个感觉就会慢慢消散。在旅行当中，只要没有下雨、下大雪，没有什么不骑车的理由，接下来就要进入超越3275的境界了。我也是很期待。根据昨天的爬坡表现，我觉得要用时间换取距离，所以我们就马上出发，离开这个情定之城康定。白天看起来灯都熄灭之后，果然就没有这么震撼了。昨天挑了一个最好的时机抵达康定，那我们就出发喽 ，Go Go！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这个造型怎么有点像是酒的感觉？不是有一个96%高浓度酒精的酒叫做生命之水吗？其实都是水，只是一个会燃烧，一个不会燃烧而已。3.5块的水在中国好像已经算是非常高档、非常贵了。总感觉来到中国，我突然变得好野人。从前方的 V 字形，再过后就是一整片的雪山。时间8点钟，现在那片雪山也已经有太阳照耀。我很想飞空拍机，但是距离有点远。万里无云，太阳所赋予雪山的光影变化真的太美了。现在平均坡度都在7%以上，也会喘，速度大约时速6公里。我怕等我骑到那边雪山，已经是整片金光洒落，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飞空拍机。谢谢。海拔也正式突破3000，现在气温大约10度，我体感大约已经到了12、13度。刚刚直接停下来脱外套，脱下来整件外套都是汗水，包含我现在的排汗衣跟外套也都是汗水，搞不好等一下连外套都不用穿了。爬坡不只要苦干、实干，还要巧干、谋干。长距离的旅程不要感冒，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是吧？太阳高，对，昨天是不是看到你了？康定出那个。对，大姐，我给现金。哦，可以。谢谢。哦，这里的海拔大约3100公尺啊，爬得好累哦，还有22公里才到峰顶，还要再爬升1200公尺。可是你却骑着时速5到6的速度，那就代表你就算不停车，也要骑个3到4个小时。虽然在台湾的大屿岭到武岭、昆阳到武岭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心理建设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再骑3公里就到顶了，一个是还要再骑20公里，心态真的要很强大。后面这边氧气瓶我看了一下价格，最贵最大罐的人民币30块，虽然看起来体积很大，但是拿起来超轻的，跟空罐一样。大家可以带一条弹力绑绳，买一瓶大瓶的氧气瓶带着走。重量真的不碍事。目前3100公尺的海拔还调试的过来，所以我就先不买了。好不想上车啊！在这种高海拔骑车，脚真的会恢复的比较慢。一停下来休息一下，大腿两边就酸痛了，又要转一下暖机，才有办法消除这个感觉。加油！很快呀，大哥。谢谢。
原本想着在刚刚的观景平台休息一下，顺便飞个空拍机，但是看到前后都有许多在骑行的车友，就觉得虽然骑在这条路上很累很喘，但并不孤单，每个人都在这一条天路上面努力踩灯。那我就不能落下，又挤出了一点体力，可以继续骑下去了。但等一下还是要停一下休息一下。目前海拔3265，准备就要突破我生平最高海拔纪录了。里程牌2868，高度3285，超越武岭，超越生平海拔最高纪录。兴奋完，我们还是要冷静，调节一下呼吸，稳静一下情绪，不然一阵兴奋，身体的微妙平衡被打乱，高原反应就会出现了。加油！现在往左手边看，或者说你看码表的地图也知道，现在正在疯狂 U 字形。我个人爬坡一向都是用海拔去做计算，距离峰顶还有18公里。我没有什么概念，但是距离峰顶还有990公尺，这个我就比较有心里有底了。哇！但是眼前的雪山，还是拍一下好了。过了折多塘村之后，原本的坡度7%，现在变到8到10%之间。所以踩的时候回转速就会放得比较慢，速度大约掉到5左右。后面也有一些车友就会想着用一个固定的档位、舒服的方式一路骑下去，不会走走停停，这样的进度反而是推进的幅度非常的快的。刚刚好，前面 T 坝我停车的位置就是禁航区的界限，所以我就拿着我的飞机往回走了一大段路。这个过程也被刚刚所有的车友超过去啊，但拍到这个画面非常值得。海拔3564，距离折多山还要再爬升750公尺，衣服里面满身都是汗哦，流得很夸张。可能也是因为高海拔的缘故，只要一停下来，冷风吹过来，还是会觉得有一股凉意。抬一下大腿，满满的酸意，一直都在爬坡爬升。先吃点东西哦。嗜睡等于高反，请立即找停车区休息。其实我也有一点点想睡觉的感觉，但我觉得应该不是海拔的原因，就是你爬坡，阳光洒落下来，温度合适。在北海道也有这种想睡觉的感觉。哇，现在一句话不能超过10个字了。上面塞车。对，往上走个2、3公里就在那儿，车就是自行车都过不去。刚刚那个小伙儿跟你一起走，那小伙儿在上面，拿对讲机跟我们说。好的，赶紧完了。你们今天到哪里？今天就到新都桥，过去就到了。啊，我们后面还有队友，大家都得一起到。行，你先走吧，我感觉挺有劲的。啊，我也想停下来休息一下。哦，谢谢。有点喘。我怕你不好意思走了。爬个20-30公尺就要再整一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骑车还是正常在骑，但是休息的频率就变得非常的频繁，每爬个20-30公尺就会因为惰性停下来站着休息一下。停车站着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心脏的脉动疯狂的在舒养。我也不知道在这个高海拔停下来吃个泡面、吃个正餐，会让身体比较容易适应，还是说血液会被分到消化，加速高原反应的发生？想说折多山也只剩下海拔281公尺的爬升。对于荧幕前的各位台湾车友来说，10几20分钟就到了。对于现在重装高海拔骑行的我来说，
还要1个小时。台湾玉山的海拔大约4000公尺，在台湾我还没有爬过玉山，现在的海拔高度3999，海拔4000大关突破，继续加油！加油！讲话也好，剧烈动作也好，都要事先想过，幅度不要太大，不然只要节奏一断掉，呼吸一乱，接下来的反弹反噬会很严重。在高海拔没有什么容错的空间，最好就是不要跨过那个界限，进入时间慢了就算了。眼前的折多山垭口也越来越近了，不是遥不可及的距离。最后海拔爬升220公尺。身后可以看到往折多山的路已经开始塞车了，堵住没办法移动的状态。我也不知道脚踏车会不会卡在车阵里面。不管怎么样，先在这海拔4150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拍个照也好。我大概抓到爬坡的诀窍了，并不是因为我意志力或者说腿力能力不够，这还真的是高海拔所带来的影响。停下来花个10秒钟。喘个气一下，就可以感觉到心脏把刚刚好像不足的氧气给补充回来，之后再开始骑车，速度就回归到 OK 的程度，只是很快又消减回去了，所以就变成说骑个爬升20公尺就停下来，包含我现在讲话讲长讲久了，头都有点晕晕的。慢慢来吧，这就是高海拔的节奏，想快也快不起来。海拔4275，折多山观景台到了，风好大，找一个避风湾，把外套、风衣穿起来先。海拔4298，虽然这边写的进藏第一门，但这边其实并不是西藏跟四川之间的交界。我记得好像是理塘、巴塘穿越金沙江之后，才真的进到西藏县界。等一下再看一下这个价格，再决定要不要喝这个所谓进藏第一杯奶茶。其实后面这一座白色的塔，楼梯再往上走50公尺，海拔落差，有很多观光客上去那边好像有一座塔，既然要爬上去的东西，我就不要走了。在这个折多山的公路最高点，拍张照就可以了。尝试不吃红景天，不吃威尔刚，不吃丹木斯，不吸氧，纯靠自己身体的方式来爬上这个海拔4300公尺的折多山。但是我觉得为了今后的进度着想，我觉得还是吃一下红景天好了。在这个进入川藏公路的第一大难关，我觉得还是要用自然的身体稍微适应一下，就跟我们小学的时候算数学规定不能用计算机一样。等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身体运作的逻辑，我们再靠一些科技的力量。你是台湾来的吗？对，台湾的。怎么知道的？我感觉这个口音还挺像的。对，台湾。欢迎欢迎。你们今天到新都桥吗？对，到新都桥。厉害。原味珍珠奶茶20块，酥油茶20块，烤肠10元，虽然换算成台币50块一根烤肠，绝对不算贵，但已经习惯了中国物价的我，就决定先下坡抵达新都桥，在这边纯拍照就行了。我来一根大的。只有小的吗？好，那一根小的。好。
也不用。查了一下，要再到新都桥镇，还要再骑50公里。想说不是才下坡800公尺吗？怎么可以长到50公里这么远？先在这边吃个烤肠吧。哇，看到好多人也在泡泡面，有点心动。原本想着今天还有没有办法爬高尔士山，不太可能。到新都桥搞不好就5点了，不上不下的进度。氧气15块1瓶，小的10元，大的68元。休息完，现在时间3点，撑得到新都桥就差不多了。之前真的太低估高海拔所带来的降瓦威力了，身体没有什么异状，但是输出踩踏速度真的就变得很慢，要一直休息。出发了。翻过康巴第一关折多山，就算是进入藏族文化区了，地形也正式进入青藏高原地带。从泸定到折多山的短距离当中，爬升量达到了3000公尺。放眼整段川藏南线，也是非常陡峭的落差与规模。折多山也着实给我来了一波震撼教育。海拔4000的气压大约只剩下平地的60%，建议大家如果有准备高反药物、有吃药的话，行进速度会快非常的多。你不要过来呀！我就知道，看到这边堵车，我就知道这边有危险，有意思吗？这超得了一台，超不了一整串呀！不管这么多啦，大家看眼前的景色，之字形的山道搭配上雪山，广阔的风景，既然新都桥还远得很，那感觉好像要先吃个正餐了。看到这边有个大盘鸡，之前看到委员有点这个大盘鸡，一份青椒土豆丝。刚刚有特别说，就是不要加辣，然后可能听错了，变成说青椒土豆丝，不要青椒，就吃吧。土豆丝。夹带那个柔的感觉，如果再加上一点青椒，增加它的层次感就好了。现在海拔已经下降到3820公尺了，新都桥我查资料大约是3600左右。码表提示加上视野所及的范围内，我觉得应该是缓下坡。刚爬完一个折多山，现在我没有什么心情花力气踩脚踏车。新都桥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草原溪流建筑物露营区，实际核视下所呈现的光影变化，听说非常容易拍到大景。只可惜今天的天气阴阴的，4月初的川藏南线往拉萨的方向，虽然还是有点冷，但是属于旅游淡季，住宿便宜，也是降雨几率偏低的月份。但此时常态性吹逆风，高海拔的爬坡再加上逆风，一定要预留更多的旅行天数，这也是我不敢直接买回程机票的原因。本来应该是要舒舒服服的缓下坡，一路溜到新都桥。可是现在高原上却吹起了中等程度的逆风，骑也骑不快。下午5点半，距离新都桥的正市中心也只剩下3公里了。我知道大家会说下午5点半停留在新都桥这个大城镇就好啦 ，but 不要忘记了，现在我们人在四川，日落时间是7点半到8点左右，现在的里程其实也才骑了72公里左右，刚在平路逆风吹过来的情况下，还是要踩，这个海拔还是会喘啊。新都桥的下一个点是高尔士神山，那边的海拔4400公尺，比我们今天爬的折多山还要高，所以我想要提前分担一点明天的爬坡作业。但是有个问题，我之前找住宿我都是用西城的国际版，这几天一直有个感觉，就是国际版的西城它秀出来的，第一个价格比较贵，第二个我觉得它只包含住宿的
个1/3、1/4不到。大家看影片一路都有发现，其实卖吃的上面楼上就是给人住宿的。虽然往高尔士神山的路是蜿蜒曲折的山路，也有可能完全没有腹地，像爬二郎山一样就没有住宿，一家店都没有的情况。这一次我想要赌一下，不然6点钟收工是有点太早了。这一次的 G318 公路川藏线只有规划26天，扣掉前面头2天转机，再扣掉后面2天转机，再扣掉1到2天的拉萨观光，你中间只有20天可以骑车。你每一天我觉得至少要骑100公里，加上爬升2000公尺，才会让你比较心安全。话就先讲到这边，把握时间，我们继续骑下去。还在想，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酒店？最主要是我们的房间便宜，然后就是干净。你们一个晚上多少？我只收你100多1斤。我再想一下。怎么了？是觉得价格贵了吗？我还想再骑一下。对，我看一下雨有没有下来。你可以上来看一下嘛，就在这里，又不在318的边上，你正好好好休息一下。我们的院子也非常大。没关系，我想说再骑一下子。对，价格还可以给你少一点，都无所谓的。没关系，我再想一下，谢谢。你们有没有卖那个丹木丝？没有。伟哥有吗？有。那个红景天有6有没有小份的？小份的，你就可以把那个盒子掉了，你就把瓶瓶装在那包包里面就可以了。好啊。早晚1支6天的量。好。好，98。这个直接转开来。对了，转开，然后把这个盖个就是插在里面就可以洗。其实喝起来蛮像巧克力酱的。6天的剂量，早晚各1瓶，就看一下明天的高尔士山能不能这么快的发挥作用咯。我都没想到会下雨我记得今天应该都是晴天，然后晚上10点后才下雨啊。是还好，只是就是这样毛毛的雨势会一直下。现在是大约下1.1 mm， 接下来是3.3，这个就有点大了。晚上就回归到不会下雨的情况，有点犹豫在这个海拔要吃3.3 mm 的雨2到3个小时。以前我肯定是骑，但是我觉得高海拔不要轻忽，身体干干爽爽的睡觉也比较舒服。明天早睡早起吧。没关系，我还要骑车，带不动，带不动。看一下这个机甲3步，没关系，没关系。这个20块钱，这个蜜拉你看一下绿松子。我知道，对，我还要骑车，带不动，行李够多了。哎，你么么哒，我1瓶钱没有开张嘛，我带的车子没得，真的没得嘛。我带不走。带不走，包包里面偷起送来的嘛。我还要骑车，明天要爬山，对，带不走。你去哪里吗？拉萨。睡上去了。对。好，慢一点啊，这些得哩。好的，谢谢。不住啊，住嘛。能算便宜一点吗？你大概你的预算是多少嘛？70。哇塞，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么低的价格。不然你开个价。今天嘛，算了，我们就是遇见是一种缘分嘛，就100块钱1天嘛。有地方放脚踏车吗？可以啊。太冷了，这个天气。然后你可以把2个被子都盖上啊。好的，谢谢。很干净的，你放心啊。对，很干净。你可以加我一个微信，以后需要退款那些都可以找我。然后你加我一下，有什么需要你在这个里面通知我就可以了。话费的话，你也是在这边直接转我就可以了。你是哪里人呀？台湾人，国际版的，对。那没事。还是我就直接扫一扫，直接转过去就好。对，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环境，这应该是我4天以来住的真的是最好的，而且 CP 值很高，折合台币466块，而且该有的都有，厕纸，而且真的不用蹲着大号了。每次蹲完起来之后，我膝盖爆痛，干湿分离，晚上想上厕所，脚也不会踩得湿湿的。
哇，这该有的都有，466块。房间在1楼，直接牵车就停进来了，是不是还有氧气啊？对，直流模式、弥散模式。但我觉得先不要吸氧，今天晚上正好可以稍微适应一下，所以不要用这个氧气系统。窗外还没有什么下大雨的迹象。但我相信 Windy 啦 ，Windy 这个部分是很准的，所以今天就懒懒散散的骑个75公里，从康定一路骑到新都桥。爬山海拔1724，等等还可以出去吃个晚餐，但是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睡，明天早起。讲到明天要从海拔3500的地方爬到海拔4400的高尔士山，甚至雅江的下一个山峰比折多山还大。还扯，提早入住也要提早休息，养精蓄锐。刚刚想要尝试杀价，我觉得100块杀到70块应该还好吧？哎，就在台湾、日本也从来没有杀过价，小白新手一个，整个被别人拿捏住了。但是台币不到500块的价格可以住到这样的品质，那肯定没有话说。注意啦，下雨了，不然我会很有罪恶感。先来一口肉，今天都没有什么吃到蛋白质。这个好吃，再来尝尝这个刚刚已经吃很多的土豆丝。其实我不太确定这是土豆丝还是蔬菜，但感觉就差不多。这一个蛋我就觉得有把油给沥干净，然后饭量还是一如以往的大碗。还有这个小豆配上这个肉的酱汁，我觉得还不错，很好吃。哎呀，怎么雨又停了，连地板都干了。趁着刚吃饭的时候，边吃边查了一下作业。高尔士山是一定要翻过去的，雅安也一定到得了。从雅安开始往上坡，就是号称天路18弯的著名景点。往上爬到最高就是剪纸湾山，那边海拔又是4600。如果要一次连爬2个山，900，然后再加上2000，明天要爬升3000，我感觉我做不到。在台湾的低海拔，我觉得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就要看一下红景天的力量了，就来稍微总结一下今天的路线吧。国道318是一条人文景观大道，我觉得今天的路线就比较偏景观。从康定出发之后，沿途就是那个折多山，一直蜿蜒盘旋而上，再加上高海拔的威力，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的经验了。我大概知道，如果我不停车，然后一直在骑车1个小时，我可以背着这个重装爬升300公尺。但是在这样的高海拔底下，根本不可能可以让我连续骑1个小时不停脚，单纯爬升20公尺就要稍微把车停一下，双脚着地，然后喘一下。然后边喘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你那个心脏，然后你就觉得你的呼吸开始顺畅，然后一踩起来，你就觉得，那个脚力好像又恢复了。但是这个恢复又持续不了多久，所以就是一直骑车停车，骑车停车。今天真的体验了一次折多山海拔4300的威力了啊！之后还有海拔5000的，但也凭借了这一次完全靠身体的机制去了解这个高海拔的经验之后，也算是有一些心得了，就好好享受，然后好好的养精蓄锐，准备明天的挑战。好了，那我们这一次G318第4天川藏线挑战骑行的影片，从康定到折多山，再到现在住宿的这一个非常著名的拍摄圣地新都桥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明天又是一个连续爬至少1.5个山到2座山之间的高难度高海拔挑战。我是雷哥，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